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啊，要气死了。半个月之前，她在相亲会上认识一个男士啊，这个男士条件比她好很多，28岁，本科学历，在银行工作。这姑娘呢是25岁，大专，在幼儿园当老师啊。男士呢是哪条件都很好，就是个子太矮了。这姑娘呢是看上人条件，但是没看上这个人呐，也就是说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啊。加了微信呢，但基本都是男方主动啊，这姑娘从来就不主动。半个月过去，见了2次面，男方就问这姑娘啊，对自己印象怎么样？人家姑娘就说了，印象很好，希望呢这男方呀多主动追求她，对她好一点，然后再去看一看要不要跟她在一起。从这个女孩子说完这话之后啊，这男士就找她聊天的次数也少了，也不怎么约她了。上周末呢，这个姑娘就陪着闺蜜啊去喝咖啡啊，碰见了这个男士正在跟另一个姑娘在那边聊天啊，她就凭着女人的第六感认为男士在相亲。哎，事实上人家这个男士确实也是在相亲啊。这姑娘就有些生气啊，把这个男士跟这个姑娘的照片拍了发给男士去了，说了句啊，他不喜欢朝三暮四脚踏两只船的男人。这男士看了生气啊，就理论呢，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怎么就脚踏两只船了？这姑娘说，你跟我相亲的同时，哎，你还跟别人相亲，这不是两只船是什么呀？男士就说了，那我觉得你不合适，我想认识其他人，怎么了呀？这姑娘啊，听了之后就说，你跟我相亲不应该好好珍惜我吗？你只有对我好了之后，我才会跟你确认关系啊。男士就跟着说呀，我都来相亲了，互相觉得合适咱又谈，没有精力去追你。女孩子就跟着说了，那你应该在我明确拒绝你，或者是你明确拒绝我之后再去相亲吧。两个人反正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就这样的，两个人在微信上干起仗来了啊。从微信吵到了相亲群里，要理论呢，群里分为2派，一派呢认为这男方呢应该直接拒绝后再相亲，另一派认为啊，相亲大家都只是普通朋友，没确认关系，不需要效忠另一方，有权利选择更好的。那一上午的时间，那群消息嗖嗖的啊，99加呀，群里打的呀，我跟王八在那儿端着板凳看了半天热闹。关于和别人相亲期间，哎，要不要认识其他人这事儿，元芳你怎么看？咱今天呢就得唠唠这个话题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首先呢，还是那句话，相亲的目的它就是筛选，你选择一个有感觉、相处舒服的人谈恋爱。既然是筛选，那你是没有权利去限制别人认识谁的。你去超市里买东西，哎，品类都一样，你还得看看包装、单价、质量怎么样了，对吧？当然，在这筛选的过程当中，它有一个度，就是你遇到交往不错的，你可以停止筛选这一步，就要专一的去多了解、多认识，相处1个月之后再去考虑两人要不要谈恋爱，这一步很关键，这就是你们俩相处的是否舒服。按照这2个人的情况来看，女方对男方的是爱答不理，那男方肯定相处的不舒服呀，相处的不好，那就是筛选的阶段，货比三家，他可以选，你也可以选，大家择优录取啊。我理解的这姑娘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这男士啊是跟他相亲里面男人里面条件最好的，虽然没有那么喜欢，但是还是愿意谈谈看的，你错过了找不到这么好的了呀。那我就要说你啊，非蠢即笨了，你是一点也不聪明。既然知道自己没得选了，还不抓紧，看到他跟其他女人相亲的时候，你应该主动示好，让他倾向于选择你。市场的规则就是这样的，你要争取机会去赢过那些竞争者，而不是跳出来指责这个只和你见了2次面的男人为什么没有守住难得去认识了别人啊。相亲只不过点头之交，连朋友都不算的，别指望见了1面2面就想要别人为了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除了你和他妈之外其他女人都不能见了。谁主动谁就是赢家，广撒网择优录取那是策略，你想要人家专一啊，那你就主动啊，把这关系定下来，对吧宝？遇到合适的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啊。散会。有一位男士来找对象啊，我印象的是贼深呐。92年的本科，从事建筑行业的，感情路啊一路也是比较坎坷。他之前的有一位女朋友谈了7年多啊，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女方要求彩礼10万，这男士啊就觉得我跟你谈了这么多年，我也花了不少钱了，你还跟我要彩礼，他又很生气啊。如果你要彩礼的话，咱俩就分手。原本是想着呀赌赌气，结果呢对方还真提了分手。后来呢又相亲认识了一位姑娘，也是谈着谈着呀都要结婚了啊，也因为彩礼给谈崩了，他又特别生气啊，就跟这彩礼啊较上劲儿了。相亲啊先问对方要不要彩礼，这要彩礼的呀一律不找，结果呢又相了呀快2年啊，还是没有找到，就找我让我帮他找。说实话我一开始真是没答应啊，但是后来说是能帮就帮吧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除了要求女方不要彩礼之外，还有其他的要求没有？他说要有眼缘，性格好就行，这其他也没啥要求了。我就给他扒拉扒拉我那许愿库里的资料，就有一位90年的硕士学历，从事金融行业管理岗，这个年薪在40个左右，他就不要彩礼，人家自己也有本事啊，也有那资本啊，长得也挺好。这男士呢就很怀疑啊，
这么好的条件，为啥不要彩礼呢？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目的？我说彩礼这事儿吧，你得分人。这姑娘明显她就不缺这个呀，你不就是想找那不要彩礼的吗？她勉为其难的答应说可以认识看看。后来呢，人家女士也同意见个面。这见完男士就给我打电话，不行，女方太强势了。她说婚后生完孩子还要尽快工作，还要求我妈来给带孩子，或者是要雇保姆。我妈的身体可不行来不了。那雇保姆不仅要花钱，还不放心她还让我多承担一些家务和带孩子。可我是做建筑行业的，哪里有项目就要哪里去我常年不在家，难不成还得要我辞职这可不行。他说还是不找女强人了吧，希望我能帮他找一个性格温柔一点听话的，这赚的差不多够家里花就行。婚后主要倾向于家庭多一些，要多照顾老公和孩子。哎呀，忍了忍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温柔一些的姑娘。这姑娘是96年的，家庭条件好，人家女方也说了可以不要彩礼，但是要求这个男士人一定要好。两人刚见面也算是有眼缘很快呢就确认关系就谈了起来。结果没出1个月又拉倒了。这男士说这姑娘太粘人了总是希望能够多陪她，每天还得车接车送，一天不打电话就说我不关心她，有个头疼脑热就要去医院，那不得花钱一吵架就哭，就得跟他爸妈说，做事情也太没主见了。最后呢，两人也不了了之了。他说自己想娶的女人是能够跟自己并驾齐驱，携手共创美好生活的，而不是处处都要自己呵护照顾的。哎呀，继续忍又给他找了一圈，不是他觉得人女孩子胖，就是觉得女孩子矮，工作不体面，家庭条件太差等等。还有那带弟弟的怕影响到他的家庭。终于有一位姑娘年龄大了他3岁，说可以接受不给彩礼，愿意跟他谈看看。结果这两人刚一见面男士扭头就走。这个姑娘长得太丑了，实在是看不下去压根就没动力睡在一张床上。说这种就算给他钱他也不想认识。认识了这么一大圈他跟我说有没有个子高一些的，长得别太丑了，工作要稳定一些，产假最好能长一些，照顾孩子的。说完呢又自我感慨，这一路走来年龄又大了2岁，怎么找对象这么困难呢？最后发自肺腑的问我，到底是娶要彩礼的女人还是不要彩礼的女人哎呀，脑子是进水了吗？这么个简单问题都想不明白吗？对于这个男士来说现在已经不单单是要不要彩礼的问题了，而是能不能找到的问题。彩礼那是社会问题，老祖宗那一辈就传下来了，比我那乌龟的命都长。你想改变彩礼现状，让女人接受不要彩礼那恐怕就要等这辈子要彩礼那些人都得升天了。孙子辈看看有没有可能吧。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找对象太双标了，既希望女人能赚钱养家，又希望她能貌美如花，还得希望她能给你做饭养娃。她是百变金刚吗？这压根就不现实。这跟女人要找又帅又有钱又聪明又会哄人的男人有什么区别呢？这是梦游到我那许愿池里面喝水了吧？你搁那当喷泉呢。今天上午我们班相亲会了，发生了一件特别狗血，结局呢又极其舒服的事情。有一位92年的男士是一名工程师，这个长相气质都不错，在表白环节就对一位长相漂亮的92年的姑娘表白。那他们俩的外形其实给外人看来属于很登对的那种，就是郎才女貌嘛。他跟这个姑娘表白说自己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觉得如沐春风一般舒服，那希望呢给个机会认识一下。但这个姑娘呢却说这个男士挺好的，谢谢你对我表白，但是呢我现在还需要再考虑一下。男士听完呢就脸色有点尴尬嘛，然后退到了后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位女生举手示意说自己想表白这个男士。这个女生呢是97年的一名美术老师。她说自己留意这个男士好久了，男士的行为动作说话方式都很绅士。这刚才呢一起做游戏的时候，男士就会很照顾她的感受，自己在心里就喜欢上这个男士了。这刚才听男士表白这位92年的女士自己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心的，怕女士同意，也怕男士呢不喜欢自己。但听到92年的姑娘说再考虑看看，她呢就不想放弃了。她对男士说如果你喜欢的姑娘不接受你，你可以接受我吗？我很温柔，可盐可甜，也会对你很好。你刚才照顾我的样子很暖，
我也想有机会去温暖你，可以吗？那这个时候这个男士啊就有点受宠若惊，就脸上啊就能看出来很高兴啊。而那位92年的这个姑娘脸上就特别尴尬，脸色也比较难看啊，就看着个男士。最后男士就对97年的这个姑娘说呀，我同意，也表示啊两人可以认识看看。人家姑娘啊立马是特别高兴的，又跑又跳呀去跟男士牵手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位92年的那个姑娘呀就突然跳出来呀，开始作妖，跟这个男士说呢，我只是说考虑一下，也没有说不同意吧。那你这么快选择别人，未免有点太渣了吧？那如果现在我也答应你，你会怎样选择？这个男士啊就有点尴尬啊，就对女士说呀，既然我做出了选择，那就互相尊重吧。这姑娘听完就脸色啊，哎呀就很难看呢，转身就走了。相亲会呢也继续往下进行。虽然过程很狗血，结局啊却让人是极度舒适啊。我想对那位92年的女生说呀，不知道你所谓的考虑是希望以朋友之名继续考察对方，还是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当舔狗的潜力？你是觉得男人的尊严分文不值，还是觉得自己做绿茶呀做惯了，看男人都很蠢，都得听你的？你丝毫没有对一个对你表白却爱而不得的男人有任何的同情心，反而难过的点呀是自己的虚荣心和面子受到了打击，备胎转身爱上了别人而不甘心。人呐不能太自私了，你给点小恩小惠当做施舍，别人就得摇尾感谢。当被别人彻底拒绝的时候，又说别人是渣，那就有点太不地道了吧。